昨天的視頻有人說，沙哥最近大家做公益做的這麼多，你為什麼不報道公益？你去講這些，你居心何在？首先呢，我報道了公益啊，這幾天公益都有報道。再就是呢，內部的這個事情呢，確實是我首開先河，我覺得這個事情非講不可，有必要講。之前肥蝦發小紙條講內鬥，那也是非講不可了才會講嘛。其實這個事情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，我講這些完全就是冒着風險去講。為什麼一定要講呢？我們就看昨天評論區的一個評論，他說小星星不圓，被人扒出小號關注輪子，輪子和肖戰在 GUCCI 上有衝突，輪子被封了，他說要報仇。小星星是米蘭時裝周突然出現做大的，散粉都以為他是偽粉。25年他還支持和藏海同期播出的劇 ，IP 也在美國。他現在垄斷海外應援，對 GUCCI 應援非常不上心，散粉質疑是合理的。這是他對小星星的定義，說小星星呢就是粉輪子的，到肖戰這裡呢就是別有用心，就是批皮。最後還對我有一個定義，他說我亂報道，助紂為虐。那麼我們直接上證據，居小星星的那個博文呢，它其實只是斷章取義，截取了一部分，下面還有另外一部分。當時呢是這個人邀請小星星其他的號呢入群，小星星呢就把他這個號給了他，並且說這是路人號，沒什麼粉絲屬性，可能還有點批皮屬性，因為要看對家，這才是完整的真相。我來說一下啊，大多數散粉呢，他參與的並不深，他沒有入什麼很多群，他也沒怎麼參與一些東西。再就是呢，他呢也只有一個賬號，他只看消息，他也沒有搞其他亂七八糟的。當時大家入群呢是要審核的。而且呢，你所有的號都入群，因為要做數據嘛，每個號都要做。你來到群裡呢，你每個號都能接收到信息，你可能也不會忘。這也是為什麼小星星把他的一個路人號都要入群的原因。再就是你理解什麼是路人號嗎？跟大家報告，沙哥之前也有一個路人號，是在禿頭他們家那時候跳得最高的時候，最瘋狂的時候。沙哥呢就搞了一個路人號，大家都知道啊，禿頭和馬桶他們批皮百家，批皮到肖戰的粉圈裡搞破壞。為什麼我們不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也批皮到他們的粉圈裡去帶節奏去搞破壞呢？那段時間真的很氣啊，沙哥一氣之下就搞了一個路人號。但是很遺憾的是，那個號只維持了幾天，因為你要轉發他們圈的東西，然後甚至還要發一些他們圈的內容，實在是感覺很彆扭。搞了幾天搞不下去，就荒廢在那裡了，也沒有搞什麼破壞。這種就是批皮號、路人號。如果你是馬桶，你搞了一個肖戰粉絲的號，你搞了很多，那你在馬桶那裡就是馬桶英雄。為什麼到了肖戰粉絲這裡，你有一個他圈的路人號，你就可以被別人拘走呢？他有一個他圈的路人號，難道不代表他做了更多的事嗎？昨天的這個人的留言，並不是他自己的思想，他可能關注了某一個大嗓門，這是大嗓門的思想，直接上證據。有一個大嗓門，他轉發了居小星星的博文，他是這麼說的，時間線注意一下，輪子22年瘋狂拿着 GUCCI 地廣踩肖戰，我們和他有很大衝突。22年輪子沒了，小星星說不會放過任何一家，24年還在愛輪子，細思極恐，粗思也恐。那麼我想請問現在看視頻的各位，當你看到了小星星完整的東西，你對小星星是怎樣的定義？你會覺得他是輪子粉絲嗎？那麼我再問，這個大嗓門，他是一個大粉，擁有幾十萬粉絲的大粉，他看到了這些完整的東西之後，他對小星的定義就是小星星就是鄧倫粉絲。他是真的看不懂，還是故意的？他到底想幹什麼？
如果他真的看不懂，以他的這個能力，是這樣的人在領導蝦圈，你覺得 OK 嗎？大家看到這裡可能都有答案，但是你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。實際上在他們的話中，你可以窺見一二。他說小星星是米蘭時裝周突然出現做大的。大家還記得我在20年、21年的時候說過一句話嗎？我說有人想把海蝦圈在海外，不讓他們接觸內娛。海蝦接受信息要通過他去接受信息。非常遺憾的是，肖戰他參加了米蘭時裝周，更加遺憾的是，肖戰每年都要參加時裝周，這就導致一個問題。大家還記得第一次參加米蘭時装周的時候，海蝦是怎麼應援的嗎？那時候很多人都是自發的。正是這種接觸，正是這種參與，大家慢慢的開始凝聚力量，想把以後的事情做得越來越好。這個時候自然會有海蝦大粉應運而生。你思考一個問題，大嗓門他會買機票跑到米蘭去組織大家應援嗎？海蝦也有人粉肖戰很早，但是你不可能被內娛其他粉絲知道你的名字，因為你在海外，那麼海蝦就不應該出現大粉。有的人他最希望海蝦是怎樣的呢？他希望你能夠參與各種東西，但是是在他的帶領下，你只參與就好了。你不可以發表你的觀點，你不可以在蝦圈吸粉，也就是說你不可以成為大粉。看完這個事例，你會發現一個什麼問題呢？就是有的散粉呢，他其實沒有想那麼多，而大嗓門作為大粉，他是發表觀點的。其實在20年的時候，很多大粉他的粉絲更多，只是因為他們不發表觀點，粉絲一直這麼多。這麼多年以來呢，這些不停的发表觀點的人，慢慢的粉絲越來越多。那麼問題就來了，有的人呢，他說了一個觀點，那很多散粉就覺得他說的這個觀點是整個蝦圈的共識。比如說這次小星星，當一個大嗓門他這麼說小星星了，那大家會以為整個飯圈都是這麼想的，整個飯圈都是這種意思。實際上，當有像沙哥這樣的人出來去為小星星澄清的時候呢，這些被裹挾的散粉呢，也會把沙哥踩死。不僅僅會踩死小星星，也會踩死很多沙哥。昨天辣雞把七件事掛黑了，也就是說整個飯圈都跟七件事切割了，整個飯圈把它掛黑了。在沙哥看來，七件事一點都不冤，因為他經常攻擊大粉，可能攻擊某個人，實際上他是攻擊所有大粉。而且他很多的內容，他覺得他的出發點是想讚揚肖戰，實際上他選的角度就比較的偏，有的呢被黑子利用，有的呢是跟主流不同，他被掛黑一點都不可惜。但是呢，有一個問題，就是昨天沙哥給大家展示的那個表格，過去他們講作文奶就是七件事，它確實是非常有爭議。問題是作文奶在大嗓門那裡有那麼多的人，沙哥做視頻希望大家看清一個什麼事情呢？就是在大嗓門那裡，作文奶就是七件事。現在把他拉黑了，以後不要提作文奶了。你不停的拿作文奶的觀點去證明你自己的觀點，同時呢，你拉攏支持你的人，去把支持作文奶的人去踩死。就是這一次補拍这件事情，大家會發現非常的撕扯，兩派的人的觀點不同，然後互相把對方踩死，真的非常恐怖。对方有不同的觀點，我表示尊重，我不會去把他踩死。我有我的觀點，你有你的觀點，這兩種觀點都有可能，這才是對的嘛。怎麼會一定要踩死對方呢？而且是煽動這麼多的人，你沒有去踩，那你就有問題；你支持對方的觀點，那你就有問題。現在已經是這麼一個氛圍了。沙哥最不希望的是七件事掛黑了，後面呢還是不停的去提作文奶，這是最恐怖的，因為這代表着矛頭還是对內，還是在煽動大家的情緒，去搞內部的撕裂。沙哥把這些東西講一下，讓大家擁有了一個上帝視角，不要被內居的人所裹挾，好吧？